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啊，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中国人宴请啊，很讲究一个牌面，而中国当前最高档的政治宴会中呢，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堆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中共高官在人民大会堂里面面无表情的场面。而这两天在网络上被人热传的鲜活的大牌面，就是川普在白宫宴请沙特王储，就像是一场顶级的好莱坞大片的场景。11月18号晚上，金碧辉煌的白宫东厅，美国总统川普设晚宴招待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也就是现在的沙特真正主理国政的沙勒曼，也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国际级的牌面。吃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来的嘉宾都太牛了。两国的政要齐聚就不必说了，光是世界顶级的富豪就来了大半。曾和川普闹翻了的那个美国首富马斯克来了，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苹果的老大库克，还有风头正劲的英伟达老板黄仁勋等等，根本数不过来。有人开玩笑说这些人的身家如果加在一起，超过了所有地球人一半的家当。这是在开未来投资峰会吗？重点是这种晚宴有政治和科技巨头也就算了，连体育和文艺网红圈的顶配也来凑热闹。沙特王储就带来了正在沙特踢球的足球巨星罗纳尔多，也就是球迷口中的 C 罗。没想到的是，川普上台致辞的时候点名了 C 罗，开玩笑的表示说，因为他能让儿子见到自己的偶像，他儿子巴伦现在对他的敬重都多了一些。 This room is loaded up with the biggest leaders in the world, business, sports. You know, my son is a big fan of Ronaldo, wherever Ronaldo is here. Ronaldo. And Barron got to meet him, and I think he respects his father a little bit more now, just the fact that I introduced you. So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both for being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Really an honor. 有人可能奇怪这么盛大的宴会，这么多的名流，你怎么专提这个 C 罗呢？你们知道 C 罗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超过10亿，比川普可多得多可能在某种角度上来说，罗纳尔多比川普的名气和影响力还大。而我特别提他，还是因为 C 罗在晚宴上拍了一张现在正在热传全球的照片，也被称为是史上最贵团体自拍。这个呢，就是罗纳尔多自拍的这张照片。里面除了他和他未婚妻之外呢，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呢国际足联的总裁、加密货币沙皇和 OpenAI 的共同创办人等等。而首富马斯克在这里面只挤进了大半张脸。而后面坐的这些穿红色制服的白宫海军陆战队乐队的成员也被这张照片给带火了。这张照片已经成为了今年最著名的自拍照。一张照片如今已经引发了众网民的 AI 改编热潮，有人把这张静止的照片AI 成了欢乐的舞蹈场景。还有人觉得影片中间这儿可有个空位
所以不但把自己生生地加入其中，还让马斯克能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时间，网络上是一片欢声笑语，有人笑称 AI 都已经开始抱怨自己被网民给玩坏了，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欣赏一张自拍照吗？很多人不知道，罗纳尔多被起的这个名字是跟里根总统大有关系的。罗纳尔多的母亲非常崇拜里根，而里根的全名是 Ronald Reagan， 所以他给自己儿子起名叫做 Ronaldo， 也就是罗纳尔多。而如今的罗纳尔多对川普又非常敬佩，称川普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川普在晚宴的第二天又在白宫单独接见 C 罗。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下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明年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办，48支国家队，104场的比赛，从墨西哥那里开幕，最后到美国进行决赛。美国是包办了78场，横跨了美加墨3国的16座城市。而在川普看来，在美国的11个城市举办的这个足球赛，可不只是一系列比赛而是将成为美国经济提升的强力助推器。据悉，罗纳尔多参加完这次世界杯之后呢，就会退役。他和川普在白宫的这张合照，C 罗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几个小时之内就超过了1000万的点赞。有人开玩笑说川普这个小算盘打得可门清等于是免费请罗纳尔多为北美世界杯打广告，还顺道讨好了一把自己的儿子。不过，从川普亲自做导游带 C 罗和他的未婚妻游览白宫的那个视频来看呢，C 罗也是不虚此行看上去真的是很开心。这次晚宴中备受人们关注的是川普和马斯克的互动。这2个人当初吵翻，让无数人惋惜，也让很多人是兴高采烈。2人关系的解冻是在查理·科克的万人纪念会上，镜头捕捉到了马斯克主动走进川普，2人握手寒暄。而这次的场面被外界认为是2人真正的和解。媒体拍摄到了川普带着沙特王储进场的时候，绕到马斯克身边，还特意拍了拍马斯克，而马斯克频频点头，还鼓掌致意。这2个人的影响力和战力有多强大，就不必形容了吧。一旦和好并且能够联手的话，肯定会让无数人欢喜，也让无数人忧这张照片就是今天马斯克在他的 X 账户上转发的白宫照片。马斯克这个直视川普的眼神看上去可是一点也不敷衍马斯克还在转发的时候写了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我要感谢川普总统为美国和世界所做的一切贡献。到此为止，我觉得川普和马斯克吵闹的那一夜算是真正翻篇了，你们觉得呢？咱们也别光看热闹说一下这场白宫晚宴背后的战略大棋。先说地缘政治这块川普特别宣布沙特升级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国，这就相当于什么？给了沙特一个超级 VIP 的地位，相当于北约以外的铁杆军事盟国。这既是川普为他的中东和平计划锁定了阿拉伯世界的最强助力，又是美国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关键一步。
别忘了啊，沙特可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老大。川普这次入主白宫的第1周啊，就签署了一个行政令，松绑对沙特的武器出口限制，为价值500亿美元的 F-35战机、导弹系统等等放行。而这次晚宴上，沙特王储是带着1万亿美元投资的承诺而来，投在了美国的大基建、AI 基金啊、加密货币啊等等项目。不但砸钱投入了 Uber 等电动车市场，还瞄准了 OpenAI 和 SpaceX。外界预测啊，2026年川普很有可能会推动一个中东北约的概念，以沙特为龙头，拉上埃及、约旦和阿联酋，对抗中共国的一带一路。这不光是石油啊，这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新洗牌。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选宝黑参。选宝黑参有2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2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选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1根选宝黑参的原根。11月20号或许会成为美国政坛上不次于水门事件影响的日子。川普总统刚刚签署了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对，就是那个让整个美国政坛睡不好觉的法案。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已经放话说，30天内所有非机密的文件全部公开。有多少文件呢？说出来能吓你一跳，20万页，包括和爱泼斯坦相关的所有的飞行记录、电邮、证词、受害者陈述，是一个不落，全部展示到了阳光底下。在我看来，这就是核弹级的政治大杀器啊，相当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川普在签字之后发了一个长贴，一上来就抛出了一大堆的名字。如果还有人不知道爱泼斯坦事件的话，那么一句话简单说明就是，爱泼斯坦利用巨大的财富和人脉，把自己在美属维京群岛的一个小岛，也被现在人们称作萝莉岛，打造成了一座远离世人的视线，专供权贵们放纵并且涉嫌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秘密基地。而这个爱泼斯坦死后呢，留下了一部海量内容的档案，记录着众多的全球权贵精英们的黑暗秘密。川普在贴文中表示，我已经正式签署了这项法案，解密爱泼斯坦档案。杰弗里·爱泼斯坦是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在2019年起诉的，他不是民主党人起诉的，而他本人是终身的民主党人，向民主党政客捐钱，并且和许多知名的民主党人物关系密切。那下面呢，他就开始点名了，包括前总统克林顿，曾经26次搭乘这个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拉里·萨默斯刚刚从包括哈佛在内的多个董事会辞职，那一会儿会专门讲到这个人啊。还有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叫里德·霍夫曼，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还有民主党的众议员普拉斯凯特，以及众多的民主党人。其实川普在签署这个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警告，大意是说啊，
爱泼斯坦档案这颗炸弹是民主党自己装的药，自己点的火，现在他会炸回他们自己阵营去了。川普接着简述了这次爱泼斯坦档案能彻底公开的过程。他说：“众所周知，我要求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分别推动该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正因为这一要求，该法案几乎是一致通过。”他说：“在我的指示下，司法部已经向国会提交了接近5万页的文件。别忘了，拜登政府没有提交过任何一份甚至一页与民主党人爱泼斯坦相关的资料，也从未谈及他。民主党试图利用爱泼斯坦议题，实际上比影响共和党更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己。”那么下面的内容就是川普在挨个的夸自己取得的成就，虽然有点夸张的嫌疑啊，但你仔细去看看，还真都是川普上台才不到1年里干的。至于干的好坏程度，那就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川普自列的这个丰功伟绩啊，都在这儿呢啊，一大堆，我就不去念它了，可以自己看。而下面川普是话锋一转，估计是被冤枉觉得憋屈，必须得说出来舒坦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多年来，我们伟大的国家不得不忍受通俄、乌克兰弹劾的骗局，有1号还有2号，以及众多由民主党制造的猎巫与骗局。这些事件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与分裂，并用来混淆、转移和掩盖共和党与川普政府的卓越工作。这场最新的骗局也将像以往所有骗局一样反噬民主党。我估计啊，现在很多左派人士都像是一大早刚一睁眼就被当头一棒槌，脑子是嗡嗡的。很多人都在琢磨，我们是不是中计了？要知道啊，2024年大选期间，川普多次公开承诺说，我当选的第1天就把爱泼斯坦档案全部公开。结果，川普一上任，他的司法部放话说，爱泼斯坦档案里边也没啥。这一下左派就不干了，一路闹翻天。不但民主党，甚至后来连马斯克和共和党中的某些议员都跳出来质疑川普是不是有鬼。就在左派动员大量的主流媒体对川普言而无信，拒绝公开爱泼斯坦档案，闹得是山崩地裂之时，川普突然表示，只要参众两院通过了，我就签字公开。于是乎，两党在被这股舆论的飓风吹得头昏眼花之下，众议院以427-1，参议院以100-0，闪电般的通过了透明法案。等这个法案送到白宫川普的桌子上时，川普是扑哧一乐，就说了一句话：都是民主党人在那个名单上。此时左派才突然醒悟过来，暗骂川普你不讲武德啊，装着不愿意公开，搞到我们这些信奉只要是川普说的我们就反着干的革命群众，现在着了你的道了。之前啊哭天喊地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的那些人，现在才发现这玩意儿里面全是他们自己人的名字。爱泼斯坦是民主党金主，他的钱到现在还躺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账户里，一大堆所谓精英全都缠在了同一张网里。首先顶不住的就是川普这个名单里点的拉里·萨默斯。他是谁呢？说起来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是克林顿政府里面的财政部长，奥巴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还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是位左派的顶级人物啊。
他被揭露什么？直到爱泼斯坦被捕的前一天，他还在跟爱泼斯坦互发邮电呢，还搭乘过洛丽塔快车号，也就是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去爱泼斯坦的小岛度蜜月。这2天，他突然对外宣布退出 OpenAI 董事会，暂停一切公共活动，说自己是深感羞愧。至于羞愧个什么，我估计他绝不敢主动提爱泼斯坦小岛上的事儿。更离谱的是这位哈佛大学的前校长还被媒体揭露出来，曾追求过中共前财政部的副部长的女儿。爱泼斯坦在电邮里还调侃过他这个事儿，说再次陷入危险床榻的几率为0。重点是这个人居然现在还在哈佛大学里面教书育人呢。还有现任的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2013年他居然向爱泼斯坦去募款，还安排私下会面。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叫普拉斯凯特这个人，他在2019年国会的听证会上当场偷偷给爱泼斯坦发短信，商讨怎么能搞定川普。而爱泼斯坦当时回复他干得好。如今这个事儿被揭露出来之后，众议院投票却拒绝谴责他，还让他继续留在了国会情报委员会里面。而今天最震撼的新闻来了，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叫科莫，直接对外放狠话，说如果克林顿和他的太太希拉里继续拒绝就爱泼斯坦问题作证的话，我就会拘捕他们。科莫的表态可以说是今天美国最震撼的新闻。原来在爱泼斯坦的飞行记录里面，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至少做了26次专门前往爱泼斯坦小岛，而每次据说都有未成年女孩相随。这2人原定是去年10月份就应该在国会出庭接受质询的，但都拒绝出席。那么曾经也和爱泼斯坦有过交往的川普，是否真的与爱泼斯坦的那些丑闻有关呢？等爱泼斯坦档案在30天内全部公开出来之后，自然会大白于天下。但有2个公开的事实一个是川普从来没有去过爱泼斯坦小岛，也就是那个罗利岛。第二是川普是在2004年，也就是川普从政前10年，就主动把爱泼斯坦从他的海湖庄园给赶出去了，从此断绝了往来。而另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现象是什么？在左派对川普从各种角度围追堵截，发起各种诉讼，试图扳倒川普的情况下，爱泼斯坦的所有的那些档案文件就放在拜登政府手里，待了整整4年，左派却没有利用这个档案中的任何内容去对付川普。这说明了什么？明眼人不难猜到它的因果吧。爱泼斯坦的这个事儿还在继续发酵，后续发展肯定会有更炸的新闻出来，我将会为您追踪报道。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次的时事金扫描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请持续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